入赘我沈家15年，他们享尽富贵，却在小叔子大婚次日逼我交出1万两白金和绸缎庄的干果。可他们忘了，这御赐的绸缎庄园是我沈家的祖产。没生出儿子的丧门星也敢把持沈家家业，不交出股份，你和你这赔钱货女儿一起滚出沈家！要我滚，我倒要看看离了沈家该滚究竟是谁。大掌柜，大掌柜，那几处靠近码头的绸缎库房真的要急售？降价2成，3日内我要看到白银入库。奶奶、爷爷、二叔、二婶，考了几个官学名额就眼长在头顶了，见了长辈连个大礼都不行。嫂子，不是我说，你这整日忙着商号，孩子都交费了。二弟新婚大喜，注意辞色。知月，二弟心直口快，你身为大嫂，别让大家面子不好看。夫君，既然咱们立了门户，有些账得提前清算。知月，子谦入赘15年，受了不少委屈。如今小公要经营布庄，你交出1万两白金做启动银，再给3成玲珑绸庄的干股，就算补了我这15年的管家辛苦费。明明是妈妈每年给奶奶1万两养银，连家里婆子都是沈家出的，你们欺人太甚！没规矩的丫头，敢顶撞长辈！念儿，知月，沈家不差这点，给二弟吧，都是一家，别闹大了丢我入赘的名声。你看着妻女流血，想的竟是你的名声。既然如此，这钱我不给了，我休夫。老管家，封账。知月，你发什么疯？休夫，这在京城可是闻所未闻。你凭什么封账？那绸缎庄有我夫君的3成股份，那是我们要买新宅子的钱。你的钱？当然，你是裴家的媳妇儿，沈家伤后自然就是裴家的。那绸庄年入1万银，理应分我们一半。白娇娇，你是不是还没从骗子堆里醒过味？这绸庄姓沈，不姓裴。沈知月，你适可而止。二弟刚成亲，当大嫂能不能有点容人之量？容人之量？我容了你们15年，容得你们连主仆都不分了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夫君，你看，大嫂这是瞧不起咱们。妈，她这是嫌弃大哥是入赘的，变着法儿的羞辱咱家呢。娇娇刚过门，你就想分家，不像话！不像话！裴小公、白娇娇不清楚，你们两老难道也忘了？15年前，裴子谦入赘沈家时，你们连一双齐整的鞋都没有。妈放心，只要有我沈知月一口吃的，定不让裴家受冻。小公，这是送你去私塾的束修。知道了，啰嗦什么？你考不上功名，是我捐了1万两白银给你买了个虚职。你欠下赌债，是我不眠不休，连支了10天贡缎才帮你填平。结果你现在打我女儿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还有妈，你总说管家辛苦，你管的是哪门子家？15年来，
沈家上下30口人的月例财马，哪一样不是我亲自核对？你所谓的管家，就是每个月从公账里偷支100两银子，寄回你那破老家盖祖房吗？不就是几千两银子吗？沈家富可敌国，老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，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那咱们就算算新账。爸，你这2年吃的北杜老参，用的沉香木，哪一项不是从商号划的款？裴子谦那点微薄的俸禄，连你的一根身须都买不起。够了！你确实出了点臭钱，但沈家能有今天，全靠我哥的人脉。我哥是这个家的主子，用他的钱天经地义。他的钱？是啊，嫂子，大哥才是咱们裴家的顶梁柱。你是做生意的，不就是个卑贱的商人？知月，别胡闹了，这1万两白银算我借你，你把印系交出来。借？裴子谦，既然你们觉得沈家是靠你撑起来的，那咱们今天就当众对对账。沈知月，你差不多得了。我偏不。裴子谦，你入赘5年才得了个从8品的闲职，月俸不过5两，而这一大家子1个月的开销就要800两。裴小公的婚礼办了足足5万两，银子哪儿来的？是我沈知月，是我年年岁岁在织机前熬出的心血，是我跑遍塞北江南换来的红利，是我在养着你们这群不知廉耻的白眼狼。靠着裴子谦那点俸禄，你们连沈家的剩菜都吃不上，还想要股份，你们凭什么？沈知月，你非要把我的尊严踩碎吗？妈帮你操持后宅，这总不假吧？操持后宅？你若非要如此，我就代母休妻，让你沦为京城弃妇。休妻？裴子谦，你忘了你签的是什么了？老管家，入赘文书在此，凡沈氏产业，裴氏子谦分毫不得染指。若生二心，净身出户。老管家，传我守月，即刻封锁玲珑绸庄及沈家库房。你这疯女人！那是沈家的库房，也是我哥的库房，你凭什么封？凭什么？就凭这整座庄园的一砖一瓦，皆是我沈知月所买；就凭这京城8大绸庄的掌柜，只认我沈家的基因。你闹够了没有？当着下人的面封库房，你置我的尊严于何地？若外人知道我这从8品官衔连家门都进不去，我还有何脸面去翰林院述职？尊严？裴子谦，你这一身官服是靠我沈家年年打点通关换来的，你脚下这双官靴是织女们熬干了盐血织出来的。若要脸面，就该脱了这身衣裳，光着脚滚出沈家。哟，大嫂好大的威风！大哥，你看他这哪是封库房，分明是想把咱们活活饿死在这庄园里，好独吞家产。没天理呀！入赘15年，居然要把公婆饿死！老天爷呀，降个响雷劈死这不孝女吧！老管家，把账本拿来。裴子谦，这是你这15年挪用公账的存底。今日起，沈家与你恩断义绝。你若再敢踏入绸庄半步，我就报官查办这15年的亏空。你竟一直防着我！我不是防着你，我是心死了。沈掌柜，您当真要变卖城南那3处绸缎作坊和郊外的100亩良田？那可是日进斗金的宝贝啊！卖。不仅这些，连那几间经营一般的首饰铺子也一并卖了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您尽管提。3日之内，我要见到现银，利钱我可以多给，但此事必须秘密进行，绝不能让裴家人察觉。沈掌柜，这些都是您辛苦攒下的家底，若是卖了，以后玲珑绸庄的原料供应……盛叔，这些产业名义上与商号有牵连，实则是我沈知月个人的名下产业。我要做的是割肉断亲。裴子谦想以共有资产为由纠缠，
那我就把这些资产全部变现，转入念儿名下，让他彻底断了念想。沈掌柜果然好手段，既然如此，刘某定不辱命。裴子谦，你以为入赘15年就能反客为主？我沈之月能织出漫天锦绣，就能亲手拆了这层繁华。妈，我们要离开那个家了吗？念儿，那不是家，那是吸血的魔窟。妈妈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阳光。只要有妈在的地方，念儿都不怕。伙计，取2000两银子，我们要去西街置办宅子，赶紧的。二位，实在抱歉，这账取不了。胡说什么？这是沈家商号的2级印议，我是沈家的官婿，向来可以随时支取。裴大人，沈大掌柜今晨刚送来文书，废止了所有非沈姓之人的持取权限，且沈大掌柜已将商号资产与您个人财物彻底做了两清划柜。什么两清？我是他亲二弟，我哥是他亲男人，他敢非一线？沈掌柜说了，若二位有异议，可带上当年的入赘契约去京兆府衙门评理。听说了吗？沈家的赘婿好像要被扫地出门了。嘿，活该！拿着老婆的钱在外面冲大官，还想吞了老婆的家产，这种男人就该净身出户。闭嘴！都闭嘴！哥，这可怎么办？白娇娇那边还等着银子买首饰呢，要是没钱，她非撕了我不可。沈之月，你竟敢做得如此绝情！裴大人，大掌柜交代，您在翰林院办公所用的那辆马车是沈家商号的资产，现在要收回，请您步行回去吧。你们，沈之月，你这是要逼我鱼死网破！沈之月，你当真是要造反了？库房封了，钱庄不给取钱，现在连顿像样的燕窝粥都没有，你就是这么当媳妇儿的？我二房新婚，白娇娇还等着去车骑使上好的蜀锦做新衣，你现在断了月例，让我们怎么见人？大哥，你看大嫂这架势，分明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。这沈家主母怕是早就不想认你这个丈夫。之月，你若是为了前任那场记恨，大可冲我来，但你断了全家的开销，这是在坏我裴家的根基。别忘了，大顺律法以夫为纲，我若休了你，你这沈家商号谁也护不住。以夫为纲，裴子谦，你是不是在书堆里读傻了，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进的我沈家大？老管家，把这份入赘文书当众念给裴大人听听。入赘沈门契约：裴氏子谦家贫无产，自愿入赘沈家，生为沈家人，死为沈家鬼。凡裴氏之身配苑御车马，皆属沈家资产，其所得俸禄红利亦归沈家公库。这不可能！文书白纸黑字，还有你裴家父母的指印。裴子谦，这15年你穿的绫罗，戴的羊脂玉，连你那身8品官皮，都是我沈家的银子买来的。那又如何？文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
嫁入我裴家15年，生的是裴家的种，这沈家的产业早该改姓裴了。改姓裴？妈，您这算盘打的在塞北都能听见响。契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若裴氏有二心，轻则净身出户，重则送官纠办。沈之月，我如今好歹也是翰林院的官绅，拿这份契约羞辱我，就不怕我告到御前，治你个藐视朝廷命官之罪？官绅，裴子谦，你那从八品的圈儿，是每年5000两银子打点出来的雅官。你若离了沈家，连官署的茶钱都付不起，谁会认你这个朝廷命官？大嫂，纵然有契约，可15年的情分，难道抵不过这几张纸？二郎可是你亲手拉扯大的。情分？你们打我女儿的时候，想过情分吗？你们在背后算计我沈家干股的时候，想过情分吗？来人，收回裴子谦身上所有的配饰、玉冠，还有裴小公，把他那身用金线绣的锦袍也给我脱了。既然你们觉得在沈家受了委屈，那从今日起，这委屈你们不必受。你干什么？你敢在这儿动粗？这屋里的一针一线都是我。老管家，带他们去偏房换上粗布麻衣。这沈家的绫罗，他们不配穿。杀人了！沈家媳妇大骂公婆夺人衣裳了，乡亲们快来看啊！尽管叫。我已经派人去请了李正和裴氏宗族的长老，今日这文书，我们要当面算清。换上，否则现在就请各位赤身出户，我沈家绝不拦着。沈之月，你竟敢如此折辱我！折辱？裴子谦，15年前，你穿着补丁裤子跪在我爹面前求亲时，怎么不觉得是折辱？你在春江楼千金买笑记在沈家账上时，怎么不觉得是折辱？那是为了应酬。你的应酬，我付不起账。从即日起，绸缎庄出入牌收回，沈家不再拨1文钱给裴家。那我的首饰呢？我的聘礼呢？那些首饰本就是沈家银铺的存货，我也一并收回。白姑娘，你若是心疼，大可叫你那夫君去外面赚了银子再给你。嫂子，二郎知错了，你别断了开销，我还欠着外面酒钱呢。那是你的债，与沈家何干？哟，这不是裴大人吗？怎么穿成这样了？嘿嘿，你还不知道，沈家大掌柜拿出了入赘契约，把这群白眼狼给断了粮了。别看了，快走，又死人了。沈之月，今日断我生路，他日我定要让你百倍偿还！裴子谦，你唯一能还我的，就是那5万两欠我。若3日内见不到银子，我们就大庭见面。大掌柜，马车备好了，我们要去城南看新织出的云缎。妈，念儿，以后不用再看那些人的脸色了。我也要学织布，学做生意，像你一样厉害。好，我们要把沈家的招牌做得更响。曾经我以为忍让能换来家和万事兴，直到他们想吸干我的血，我才明白，手中握着金印，脚下踏着实地，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倚仗。儿啊，咱们真就这么赖在这破房子里？那沈之月当真是铁了心，连床像样的锦被都不让咱们带出来。昨儿个冻得我这老腰生疼。哥，那白娇娇说了，
若是今日瞧不着那匹3000两的云纹贡头，他便要回娘家去。这新婚燕尔的，你让他回娘家，我这脸往哪儿搁？裴大人，您不是说在京城官场左右逢源吗？怎么如今连一匹绸缎都拿不出来了？若真是如此，当初我真是瞎了眼，才嫁进你们裴家。休得胡言！我裴子谦虽是入赘，但在这京城混迹15年，谁不尊称我一声裴大人？那沈之月不过是一介商女，她封得了府门，难不成还封得了天下人的嘴？哥，你的意思是？走，今日我便带你们去那城最大的玲珑阁。那铺子虽是沈家开的，但我是沈家的官婿，向来是刷脸直取。我倒要看看，谁敢拦我！我就知道我儿有本事。走，咱们也去让那些势利眼瞧瞧，裴家还是那个裴家。哟，这便是皇商御用的玲珑阁。阿公，我要那匹挂在正堂上的流光金丝宫券，那才配得上我这心腹的身份。掌柜的，死哪儿去了？没瞧见裴大人过来了吗？赶紧把那压箱底的宝贝都端上来。哟，这不是裴大人吗？今儿个什么风把您给吹到这儿来了？若是买布，请按规矩先付定钱。田掌柜，你这眼力劲儿是越发回去了。我来这儿取货，向来是记在沈家公账上的，何谈定钱？还有这匹、那匹，全给我包起来！咱们裴家的大哥发话了，你们还不快动弹！这就是沈家那个入赘的裴大人，穿成这样还来欠账，莫不是被沈掌柜扫地出门了？赘婿终究是赘婿，离了沈家的银子，连个街头的货劳都不如，还冲什么大头？钱掌柜，你还不动手，是想让本官去大掌柜那儿告你一个怠慢之罪吗？裴大人，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大掌柜昨日便传下死命令，您若是想告状，怕是连沈家的门槛都摸不着。说什么？沈大掌柜有令，即日起，玲珑阁及沈家名下所有商号，严禁赘婿裴氏及其亲族只取分毫，记账分毫。裴氏子谦入赘15年，挥霍沈家白银巨万，今日已彻底断绝契约。凡裴家人入店，需现银交易，概不赊欠。放屁！那沈之月是我儿媳，她哪来的胆子？奴才，竟敢伪造公函，羞辱我哥！裴大人，这公函上的金印，您在翰林院打点银子时见得不少吧？要不要仔细瞧瞧？沈之月，他当真一点余地都不留。这就是那软饭硬吃的裴大人，现如今被娘家人当街揭了皮，真是精彩！没用的东西，说好的千两共权呢？跟着你们裴家，真是丢尽了祖宗的脸！裴大人，若是不买布，还请挪挪步。这儿是皇商重地，不是叫花子乞讨的破庙。裴子谦，你是尊严如命，那我便将你的面子一片片剥下。这玲珑阁，你进得去，却带不走一根丝线。沈之月，你这个狼心狗肺、没天良的婆娘，你给我开门！沈之月，天降大雨，你就不怕遭雷劈吗？大家快来看啊！这沈家的媳妇儿要谋杀亲公婆了！哥，你倒是放个屁呀！你就任由这贱人骑在我们头上！沈之月，你今日将我逐出门户，夺我衣冠，此等奇耻大辱，我裴子谦记下了。裴二郎，你当初说裴家在京城有头有脸，大哥在翰林院贵为翰林，我才肯下嫁的。现在算怎么回事？锦衣玉食全是空中风牢！你要让我跟着你在这儿喝西北风，这破麻布衣服磨得我肉疼，我的首饰呢？我的丫鬟呢？呸！活该！
听说这家人入赘15年，沈掌柜对他们那是掏心掏肺，连这二郎娶亲的5万两聘礼都是沈掌柜卖了库房攒的。现世报，瞧那裴大人平日里穿着蜀锦官袍，那是何等威风！现在离了婆家的银子，活像这泥坑里的落汤鸡。大掌柜说了，裴家既然自诩文武，便刚知道不识嗟来之福。这盆冷水是给各位清醒清醒脑子的。沈之夜，你不得好死！裴子谦，你习惯了躲在我的羽翼下伪装雄鹰，用我的金山银山撑起你那廉价的傲骨。今日风雨骤起，金山崩塌，我倒要看看你那满腹经纶能不能换来半块遮雨的残瓦。水，给我口水喝。喝喝喝，就知道喝！那个不孝媳妇把银子全封了，现在连口像样的热水都没有，你喝雨水去吧。这地方是人住的吗？墙缝里全是冷风，还有那股子霉味儿，熏得我恶心。叫唤什么？要不是你当初非要买那个老石子翡翠坠子，咱们手里能一个子儿都不剩。裴小公，你没本事赚钱养活我，倒怪起我花钱了。当初你哥入赘沈家的时候，你们全家不都靠着沈之月的银子在京城装蛋吗？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沈之月，你以为断了我的残粮就能困死我？裴子谦毕竟还有官衔在处，等我明日去翰林院。沈掌柜，小姐额头撞伤引起惊风，再加上郁结于心，这烧若是退不下来，恐怕会伤了神智。盛老，只要能救活念儿，沈家绸缎庄1年的利钱我都给你。之月，念儿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见她？大家快来看啊！我儿媳妇得了钱就变了脸，连亲爹都不让见亲闺女啊！裴子面，念儿受伤时你在春江楼喝酒，念儿求你救命时你在计较你的面子，现在念儿生死未卜，你来做什么？我那是一时糊涂。之月，你给我点银子，我得去给爹买药，念儿这边我来照顾。照顾？你是想来偷药费，还是想来拿念儿的命去换你那最后一点虚荣？沈之月，你这个泼妇，那也是我们裴家的孙女儿！家丁听令，严禁裴家任何一人踏入医馆一步，谁若放他们进来，就打断谁的腿。之月啊，沈大掌柜，老身给你跪下了，求求你发发慈悲吧！你公公在那城郊漏雨的草房里快要病死了，你就给个10两8两的买药钱，救救你公公这条老命吧！15年了，咱们虽是入赘名分，可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家人呐！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荒郊野岭啊！妈，您这记性怕是真不好。3日前，您在沈家正厅还说我是丧门星，说念儿是赔钱货，怎么今日为了这几两银子，倒是肯在我的门前磕头了？沈掌柜，盛老，让您费心了，这是给您的第1期诊费，50两现银。另外，这根百年红参是专门给念儿吊命用的，请盛老务必亲手熬制。一定一定。之月，既然你有这种宝贝，爹的情况真的很急。念儿年纪小，受不得这种大补，你不如先分出半截来，让我带回去救命。我是翰林院的官，只要爹能活过来，等我回了朝堂，我定会1000倍还你。裴子谦，沈家的药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用来喂狼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是我的亲爹，你的公公。15年前，我沈家供你读圣贤书，供你裴家全族锦衣玉食，可换来的是什么？是我女儿受难时你的袖手旁观，是你那好弟弟推搡念儿时的冷眼笑看。你想尽孝，容易的很。城西码头现在正缺搬运绸缎的苦力，扛一个大包给2文钱，
只要你肯舍掉你那8品官的脸面，扛够了3天，自然能买得起你爹的一副抓药钱。裴大人，沈大掌柜已经包下了本医馆所有的上房为小姐调理，此地已成私人禁地，闲杂人等请滚。15年扶贫，我用金山银山供养你们的体力，却只换回了念儿的一头鲜血和你们的狼子野心。裴子谦，从今日起，我沈之月的每一分田、每一棵草，都只会花在值得的人身上。儿啊，你瞧瞧这周围的铺子，哪一个有沈之月的玲珑绸庄气派？他虽说断了咱们的月例，但那都是富人家关起门来闹的小性子。只要你这个沈家家主往柜台前那么一站，那些拿工钱办事的掌柜户家，谁敢不把那白花花的库银交出来？大哥，待会儿拿了银子，您可得先拨给我500两。西街那处宅子的定钱，人家中介已经催了3回了，说若是今日再不补齐，就要把咱们告上公堂啊！大哥，您可是翰林院堂堂的官爷，这沈家能有今天的皇商声望，哪一分哪一寸，不是靠您的官身在那儿撑着？拿自家的钱，那叫知运用饷。只要您这官印一亮，那钱庄布房的大门还不是得乖乖为您敞开？放心，这京城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沈之月是我裴子谦的婚妻？她一个深闺妇人，不过是雷大雨小。本官今日就让他知道，这天底下终究是男主外，主家的印记只有握在本官手里，才叫名正言顺。田掌柜何在？本家主前来巡店，叫账房把这半年的红利银子全部抬到前厅来，动作快点，本官有急用。看吧，这就是权力。沈之月，你终究只是个依附于我的商人，这万贯家财，我想取便取。潜伏，本官在跟你说话，你聋了吗？哟，这不是前日被清出门户的裴大人吗？怎么，这身麻布衣裳还没穿够，想来铺子里淘几尺粗布换换？放你娘的屁！这是我儿裴子谦，沈家的官婿，名正言顺的家主。你们这些奴才，还不快滚开去抬箱子！家主，裴大人，您是不是在这富贵堆里面待久了？真把自己当主子了？大家伙儿听好了，沈家祖传契约有言，沈家香号乃沈氏先祖独创，凡我沈门家产，生不传异姓，死不入外族，最为赘婿，实为继生。凡沈家库银抽取，必须由沈姓血民亲持印信方可。胡说！大顺律法，夫为契纲。我是沈之月的男人，沈家的一针一线我都有权处置。大顺律法亦有言，赘婿入赘，家产皆属主家。裴大人，您入赘时签下的可是绝契。沈大掌柜有令，裴氏一族狼子野心，窃取通款。即日起，凡见裴家人踏入商号，视为窃贼，打死无乱。你一个奴才，竟敢诬本官为贼！闪开！我是官，我看谁敢动我！抢啊！那里面有我的银子！沈掌柜有令，护我沈家产业，大贼！杀人了！沈之月杀公婆了！老巫婆，抢劫沈家财物，打你都是轻的。别打了，本官去报官。报官，正好，老夫也要去衙门告你非法支取库银，强闯民宅。瞧瞧，这就是那个想反客为主的赘婿，被打成了落汤鸡。沈大掌柜好样的，这种吸血鬼就该乱棍打死。
裴子谦，既然你自诩为官，就该知道契约如山。沈家的银子，你求不来，抢更不来。沈之约，你当真要赶尽杀绝？我不是赶尽杀绝，我只是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。这商号的一砖一木都不配沾染。裴大人，难道你真打算在这猪圈里过一辈子？我白娇娇嫁进来可不是为了陪你们等死的。钱庄疯了，商号的人只认沈之约，我空有这一身官皮，却连半两银子也支不出来。大哥，你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难道不知道这大顺律法？自古嫁鸡随鸡，你虽是入赘，但那是15年前的事儿。这15年间，沈家商号翻了几番，那可都是在你们成亲后挣下的。意思是？这叫夫妻共有家产。只要你去京兆府衙门递一张状子，告他沈之约夺产虐亲，关老爷自然会判那商号有你一半。对啊，哥，只要分了一半家产，咱们立刻搬回城里住大宅子，气死那个臭婆娘。儿啊，那沈之约最近变卖产业，分明是想私吞。你再不去告，咱们连渣都剩不下了。好，他既然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我这就去拟状子，我要让他沈之约知道，这天底下男人的东西，他一分也别想独占。衙门重地，闲人止步。本官乃翰林院编修裴子谦，今日有惊天巨冤，要向府尹大人申诉，尔等速速闪开，进去通报。既然是官爷，请进。儿啊，待会儿一定要哭得大声些，让全城的人都知道那女人的狠毒。府尹大人，下官虽为赘婿入赘沈家，但15年来，下官素起夜幕，呕心沥血地利用翰林院的人脉扶持沈家丝绸生意，方有沈家今日之辉煌。可那沈之约仗着商号印记在手，竟在3日前趁下官病重之际，勾结家丁，强行将下官及年迈的双亲、年幼的兄弟全部驱逐出门。大人啊，老父亲为了沈家，那真是把孙女儿当眼珠子疼啊！谁成想那逆袭变了心，竟然要把我们老两口赶到城外草房去喂蚊虫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他不仅让下官流落破屋等死，更企图私吞15年来我们夫妻共有的1000万家产，那是下官的血汗，是大顺律法规定们的共有资产。恳请大人为下官主持公道，平分沈氏商号。这裴大人看着仪表堂堂，却竟然被媳妇儿赶得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，真是世风日下，夫纲不顺呐！看来这沈掌柜确实心狠，再大的本事也不能连自家男人和公婆都不顾，这也太跋扈了。肃静！既然谷主指控详尽，来人，传沈氏之约上堂对质。裴子谦，你读了15年圣贤书，没想到全用来钻研律法里的空子。今日我就在这公堂之上，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撕了你这张伪善的皮。沈之约，你终于肯从你那龟壳里钻出来了。大人在上，你还不快快跪下认罪，把沈家绸庄的掌柜印信和库房钥匙通通交出。裴大人，看来这几日的风餐露宿还没能让您清醒过来。府尹大人，裴子谦控诉我沈之约夺产虐亲，甚至妄图平分我沈家族产，此等言论在民女看来，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沈氏，你有何凭据？大顺律法有云：妻财夫产，虽为赘婿，成亲15载所创之家产，理应共有。大人，律法虽重，亦大不过契约2字。这是15年前裴子谦入赘沈家结业，在裴氏族长、2家保人以及家父见证下，亲笔签写的婚前绝产契约。文书写明，裴氏子谦系家贫投靠，自愿入赘，沈家一切皆属沈氏族产。裴氏子谦在沈家仅有筹取衣食、奉养双亲之权，绝无共有分配，染指商号之名。且文书末尾特注，若裴氏有2心，净身出户，沈家产业与其分毫无关。不，这不可能！那文书是你逼我签的，我是男人，我是天，律法理应保全我的权益，那只是个形式。逼你？裴子谦，你且摸摸自己的良心。当年你家穷得揭不开锅，你爹病重无钱买药，你娘跪在我家门前求一口剩饭。若非这份契约，
家父怎会接纳你这个毫无根底、满脑子功名的穷秀才？宋叔，裴大人既然想要算账，咱们就把咱们带给大人的厚礼呈上来。是。府尹大人，这里是裴子谦入赘15年来，裴家全族在沈家商号透支、挥霍，乃至私自挪用的每一笔款项，共计53200两白银。裴子谦，既然你想用律法来吞我的肉，那我就用这5万两的债锁死你的嘴。府尹大人，裴大人方才说要平分家产，口口声声说15年为沈家操劳。既然要算家产，那咱们就先关起门来，把这15年的私债好好清算一番。庆历5年，裴子谦为了买通礼部的一名小员，意图借沈家的名头迁转支区，背着我私挪绸庄的库银3000两，结果迁转不成，这笔钱却凭空消失。裴大人，那借据上可还有你的私章？那是为了沈家的名声，官场打点，怎能算债？庆历8年，裴母口称要重修裴氏祠堂，以此为由收取商号红利5000两。可事后我差人去查，老家祠堂依旧破败，那5000两全进了裴母在城郊置办的私田里。那是为了给裴家留条后路。庆历10年，裴小公在城西赌坊一夜输光，被人扣押，是我念在同住屋檐下的情分，派管家带着8000两现银去赎的人。你胡说！沈知远，你个疯婆娘！那些钱是你自愿给的，你说过不用还的。我自愿？沈家账房每一笔支出皆有定规，这账册末尾写得清清楚楚，凡超额支取皆记在借之名下。15年间，裴家全族在沈家商号透支、挥霍、私挪的款项共计53200两白银。裴子谦，这笔债你是要分家产，还是先还钱？这裴家人也太不要脸了吧，居然还倒打一耙。可是嘛，要是我家有人这么不要脸，早把他赶出去。肃静！不，裴子谦，文书铁证如山，借据字迹清晰。身为朝廷命官，入赘之身却侵吞主家巨额资财，简直丧心病狂。裴子谦，你侵吞巨款在先，诬告沈氏在后。本府判决，现裴家3日内归还沈家钱款53000两，若3日后银两不到，没收裴家所有家货抵债；若仍不足，裴家男丁赐字发配，终生为奴。女眷没入贱籍。5万两，这是要了老命啊！天杀的沈知月呀！5万两，把我卖了也凑不齐一个零头。裴小公，你个烂赌鬼，是你害了老娘！我要跟你和离，我要回娘家。裴子谦，15年前你跪着求我救你爹时，我给过你生路。这15年你吸我的血，养肥了胆子，这生路是你亲手掐灭的。知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看在你儿的份上，求你通融几日，别让我们去死了。别碰我，这5万两一分都不能少。3日后见不到钱，你就去牢里给你的先祖忏悔。15年的扶贫梦，今日才算真正醒。裴子谦，这只是开始，我要看着你如何从云端坠入最脏的泥潭。大，给老子开撒！这一把赢了，那5万两的债就能抹平一城。老子就不信这手气能一直背下去。1、2、3， 6点小。裴二爷，您今儿这财神爷怕是还没进门呢。不可能，老子算了半个时辰，分明是大。再来，老六，再借我点本钱。裴二爷，您这3日已经在本阁借了1万两银子了。之前说好用您大哥那宅子抵押，可现如今满京城谁不知道那宅子姓沈不姓裴？我哥是官，翰林院的官，只要他缓过这口气，这1万两银子算个屁！既然是沈大掌柜的家属，那我就再卖您一个面子，这儿还有5000两的印子钱，只要这一把翻身，您就把欠我的全还了。不过这借据嘛，
得利滚利，按规矩来。钱，老子欠！只要有钱，老子什么都欠。大掌柜交代了，要放长线钓大鱼。裴二爷，您这辈子的命，沈掌柜收了。大掌柜，那条鱼儿彻底咬死钩了。裴家那个二少爷裴小公，方才在赌桌上输红了眼，甚至连他那身只剩的绸缎外袍都给押上了。他欠了多少？裴小公刚才又签了3张5000两的印子钱，全是利滚利的死契，统共15000两白银。按大顺率的利息算，即便他裴子谦把翰林院的门珠子卖了，这辈子也还不清这笔烂账。15000两，他竟然还敢在那儿坐着，赌疯了！他现在就靠着那最后5000两的虚空筹码，在那儿跟人搏什么一局定乾坤呢。他说只要赢了这一把，不仅能平了沈家的债，还能在城南买座带园子的豪宅，把白娇娇接过去当真正的官太太。很好，贪心的人不需要旁人去逼，他们自己就会把绳索套在脖子上。老六，在他把最后一点廉耻都输个精光之前，别让他停，更别让他赢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从我沈家绸缎掌里偷走的每一分红利，挪用的每1两库银，最后都会变成勒在他顾家全族脖子上的索命绳。大掌柜，那裴子谦到底是朝廷的官，若是他明日发现亲弟弟欠了这种数目，狗急跳墙去闹腾怎么办？闹腾？裴子谦自命清高，视面子如性命，他现在正忙着低三下四的去求那些曾经被他踩在脚底下的同僚，厚着脸皮借那3、5两的碎银子。他做梦也不会想到，他最疼爱的亲弟弟会在我亲手设下的这个温水局里，把顾家最后的一点尊严和活路都输了个干净。明白了，老六定不辱命。申时一到，我就带几个生面孔的厉害角色去那城郊的破草湖收账，定让那位裴大人好好领略一下什么叫人间疾苦。按计划行事吧。裴子谦欠我的15年情分既然还不了，那就让他用全家男人的骨头和女人的泪水来抵债。这种恩将仇报的白眼狼，不配得到一丝一毫的怜悯。是。裴子谦，15年前你入赘时，我说过会护你一世荣华。今日我收回这荣华，你且看看，离了我的金山，你还剩什么？二郎，我的心肝儿啊！你这一宿跑哪儿去了？是不是去那儿求到救命的银钱了？那沈之月要的5万两，咱们是不是有指望了？银子没了，妈，全没了，连命都快没了。什么没了？裴小公，老娘昨天藏在枕头里预备着逃命用的那只金丝攒珠钗呢？你那会儿说出去换点干粮，快拿出来！吵什么吵？一只破钗子连3两银子都不值，够干什么的？老子昨晚在千金阁输了15000两，赌场的老六说了，申时一到见不着银子，就要剁了我的手脚拿去喂狗。你们快想办法！15000两，裴小公，你疯了是不是？沈之月那5万两债还悬在咱们脖子上，竟然还敢拿着家里最后的活命钱去赌！你还有脸骂我？要不是你个废物入赘15年，像条狗一样被沈之月养，连个沈家的印旗都偷不到，咱们至于在这儿喝西北风？你那个翰林院的官位要是真管用，怎么这几日连个半两银子都借不回来？我看你读的那些书，全是擦屁股的废纸！你个丧门星，你个烂赌鬼，你害死我了！我要跟你和离！我要回娘家找我爹！打死算了！沈之月那毒妇还没动手，咱们自己人先把裴家的祖宗台给拆干净喽！老天爷啊，你睁眼看看吧，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！这就是我的家人，这就是我裴子谦要守护的家人。沈之月，你赢了，你不用动手，我们自己就能在地狱里撕成碎片。裴二爷，申时正，
这太阳都快落山了，咱们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本金15000，加上昨儿晚上的利钱，哼，一共是18000两现银。怎么，这银子是您亲自抬出来，还是我让哥几个自己进去搬？六哥，老六，咱可是老相识，你再宽限几日。我哥是翰林院的官儿，他手里握着沈家的大义，他一定有办法的。六爷，饶了我吧！官儿，裴大人那点微薄的俸禄，怕是连翰林院的茶钱都不够。还债，怕是还到您孙子辈都还不完吧？兄弟们，给我搜！凡是带点颜色的物件，哪怕是个破铜盆、一床旧棉被，全给我抄走抵债！强盗啊！你们这是抢劫至老身最后的一点活命口粮啊！强盗啊！你们这是抢劫，这是老身最后的一点活命口粮啊！滚开！这是我的陪嫁银子，你们不能动！我的家主！这种地摊货也敢叫陪嫁？老太太，你也别喊，没钱也成。我看这新媳妇儿虽说落魄了点，底子倒还俏丽。抵给西城的勾栏院，少说能换个180两，先利息给清了。住手！你们简直无法无天！本官乃翰林院编修，官居从8品，你们敢动官眷？官眷，裴大人，您大概还不知道吧？沈大掌柜今晨刚发了公函，说裴氏子谦已被清出门户，生死与沈家无关。且沈大掌柜已经把您私挪商号、窜款、侵占家产的证据递给了监察院。您猜，这官帽您还能戴到明天天亮吗？裴小公，是你这个畜生，是你彻底断了全家的后路。大掌柜说的对，这种窝里横的畜生，只要断了他们的银子，他们自己就能把自己撕成碎片。戏演完了吗？打死裴小公也变不出那18000两银子。罢官的文书已经在路上了，沈大掌柜亲自赐送的证据。老六，求你再宽限几天，我去求恩师。恩师？没了官皮，你连乞丐都不如。沈掌柜仁慈，城西染坊缺苦力，你和裴二爷签了这份终身劳基契，欠款便可免一半。终身苦力？我是读圣贤书的，我是要入内阁的人，你让我去那烟杂地方流汗？不签，现在就带你们去见官，要命还是要你那文人的酸脸？签，我签。沈知月，你不仅要了我的银子，还要将我这一身傲骨一片片踩碎。哥，再不还钱，明天就把咱们卖到南阳去挖矿了。只要拿到沈家那张9转织金秘方，全京城都会跪着求我去当大掌柜。可沈知月防得死死的，咱们怎么拿？后日是沈家先祖忌日，沈知月定会带念儿去城外祭祖，书房只有老弱看守，那是咱们唯一的机会。找到了，这就是沈家的命根子。沈知月，我看你没了秘方，怎么耀武扬威？大掌柜，那份掺了断魂草和千猛灰的伪方被他拿走了。去通知赵家商号的赵老板，就说有带了秘方的贵客上门。是。既然你自寻绝路，那就带上这份发财木去地府吧。赵老板，这方子藏在沈家书房暗阁，除了我，没人拿得到。你先替我清了赌债，再预付5000两，等第一批锦缎下机，我交下半卷。好啊！只要能把沈知月踩下去，5000两算什么？东家，快看，我的变色了！
手，我的手！裴子谦，你敢拿假毒方坑我？这批料子我投了2万两白银，这是要我的命！赵掌柜，有人举报你私设禁药染坊，毒害工匠，带走。是他偷了沈家的假方子卖给我，官爷，我是被骗了。那秘方首页写得清清楚楚，心术不正者，知金化枯木。裴子谦，是你自己贪念入脑，连毒药解药都分不清。原来你连书房暗格都算计好了，你是个魔鬼！陷阱是为小人留的，从今日起，全京城都知道你是个盗窃甲方的骗子，准备去牢里抵命了。娇娇可是身子受寒了。妈，我这月事迟了快2个月了，这2日馋酸梅子馋得紧。酸儿辣女，老天爷开眼，咱们裴家没绝后啊！这是长孙。可是妈，您瞧这屋子连口热汤都没有。郎中说若没180两买老参吊着，这一胎怕是保不住，不如我回娘家打掉算了。别，妈就算拼了老骨头，也一定给你凑齐保胎费。满京城谁还肯借钱给咱们？上哪儿去弄银子？我想过了，沈知月母亲生前留给他一批贵重金玉，全都被他藏起来了。妈，惦记长辈遗物强行索要，是会被旁人唾骂的。为了裴家的根基，旁人怎么指责我都不在乎。他母亲当年存下的金玉珠宝，全都收在那里。这有金珠子，咱们甚至能重开个小绸缎铺子。子谦，你养伤，二郎带上锄头，今夜咱们去把属于裴家的富贵刨回来。妈，真的有金光！发财了！我的大孙子有救了！沈知月，你娘去世后还得给我裴家养孙子啊！裴老太太，为了看这出好戏，我等了你们3个晚上。放开我！我是裴家二爷，是你们沈家正经的主子。挖我亲母留给我的东西，也配称爷？拿着我母亲的陪葬，去供养一个不明不白的人。你胡说！娇娇怀的是小公的亲骨肉。老管家，把正主带上来。裴小公欠债被打，那是白娇娇用身子抵的债。你那大孙子究竟是姓裴，还是姓赌场那个赌字？不可能！盗取御赐陪葬，罪不容诛，带走。长兄们，妈被关进大牢，没500两打点，就要被流放3千里了，箱子全空了。白娇娇，你白家那300两压箱底的银票呢？花光了。这裴家的烂摊子，本姑娘不和玩了。你想跑？怀着我的儿子，死也是裴家鬼。儿子，我本是扬州瘦马，看中的是沈家那座金山，你那儿子是千金阁赌场强哥的。白娇娇，你怎么敢？报应！咱们裴家被一只狐狸端了窝，都是你教唆我娶她，你自己没本事，凭什么怪我？松手，别把官差招来！他，孩子，救命！这个孩子本就不属于裴家。裴小公蓄意谋害官眷，带走。白娇娇骗取礼金，身份造假，收监后。不是我，是裴子谦推的，不是我。列位父老乡亲，沈氏之月仗着家资巨万，切断我们父女亲情，
求会长大人做主，我要带走亲生女儿，绝不能让她跟着商女学坏了骨气。裴大人真是可怜，连女儿都见不到。裴子谦，既然你要个说法，今日咱们把这笔糊涂账算个明白。娘，快跟我走！裴大人，大庭广众拉拉扯扯，哪有读书人的体面？岂有此理！你敢诬陷本官！裴子谦，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没权利！大顺律法不准女儿私自改姓。这是先皇亲赐的皇商恩典文书，若昭旭行为不端，沈家主母有权令子嗣归宗改姓。裴子谦，念儿的姓氏前途，你管不着。裴子谦，你私挪库银13000两，刑部已发下拘捕令。知月，念儿，我是被逼的，看在15年情分上，救救我！沈知月，我爹快不行了，求你上一颗续命药丸。大掌柜说了，沈家的药不为那种挖人祖坟的畜生。素叔，只要救活我爹，我愿意签死期当牛做马。裴子谦，当年念儿高热，我跪求你拿买书钱请郎中，你却说女孩子命贱，熬一熬就过去。如今我也告诉你，你裴家的命熬一熬也就死干净了。子谦，别忙了，老天爷不把咱们当人了。爹，连你也丢下我了！沈知月，你这个冷血的疯婆子，你不得好死！皇商沈氏之月，研制七彩天蚕丝有功，赐封一品一商，领宫廷织造事宜。民女接旨。快请起沈姑娘，銮车已经备好了，请吧。念儿，你要记住，这世间的尊严是靠自己织出来的。念儿知道了。圣上还赏了沈小姐郡主虚衔，沈家彻底登天了。知月，我知错了，求你收留我做个洗碗婆子，给我一口热汤吧。赏。这是大掌柜给你的最后一点情分。拿着吧，改口费。1文钱，报应，这就是报应。大小姐，请。让他在这京城的富贵里当一辈子乞丐，才是最毒的法。贵人尝一口吧，我已经3天没吃了。知月，
我是子谦啊，求你给我一口饭吃，我情愿回沈家当马夫当家夫。裴大人以前常说商人的饭卑微，今日竟想来吃这卑微的饭了。我被鬼迷了心窍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死。起驾。妈，明天的阳光一定比今天还暖。会的。这世上最锋利的刀叫贪婪，最沉重的枷叫情分。沈家这盘棋我下赢了，斩断吸血鬼，才算真正向阳而行。